你知道光鲜耀眼的时代广场也有黑历史吗？是这里的游客多，还是上海外滩的游客多？在这做巨幅广告又要花多少钱？时代广场不仅是百老汇、第7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点，也是纽约市的文化交汇点，更被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。今天我们在广场拉一把椅子坐下，沉浸式感受一下这座城市跳动的心脏脉搏与喧嚣繁忙，再来谈谈关于时代广场5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儿。这里为什么叫时代广场呢？150年前，这里还没有名字。到1872年时，这里慢慢成为了纽约马车业的中心，政府便将它称为朗格尔广场。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英国，因为那时的马车贸易集中在伦敦一个叫朗格尔的地方。后来在1904年，纽约时报在此设立总部大楼，这里才被重新命名为时报广场，后也被译为时代广场。每天这里有多少游客和消费呢？作为纽约最著名的地标、最热闹的地区，时代广场的客流量让它成为世界第2大旅游景点，仅次于拉斯维加斯大道。这里每天会涌入平均36万行人游客，最高时达45万。而上海外滩在2021年5一期间的单日最高客流量是42万。也就是说，时代广场的游客几乎是天天过5一。巨大的行人流量也带来了惊人的销售额。据统计，整个纽约市的游客每消费1美元，就有22美分是在时代广场消费的。而这里只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/1000，却为全纽约市的经济总量贡献了15%。在这里做广告要花多少钱？在分秒必争的广告牌上，你也许会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。那你知道在如此巨大客流量的地区打广告要花多少钱吗？拿这块36米高的纳斯达克标志荧幕举例，租金每年至少要花费纳斯达克200万美金。相较于广告高频率的播放与巨大的客流，其实在广告市场内，据说这已经是很优惠的一个价格了。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广告地点之一，你面前的这座时代广场1号大厦内部其实大部分是空的，因为只靠外表25层楼高的广告牌就赚取了足够的收入，也能负担得起无人使用的全部费用。从外太空也能看到它的光亮。你眼前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广告牌，每天24小时从不熄灭。当夜幕降临时，时代广场的灯光照亮了这座城市。百老汇街上的剧院、商店、餐厅、酒吧、博物馆，用各式各样的娱乐形式吸引着游客。政府也规定商家必须要有亮眼的电子招牌，以至于在外太空的深夜里都能轻松地看到这里的亮光。炫目的时代广场成为了纽约的标志，反映着曼哈顿强烈的都市特征。时代广场也有黑历史。然而，这人们娱乐的集会地，历史也不总像表面一样光鲜亮丽。自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，很多商家剧院难以生存，他们便开始转变放映低俗电影，提供各种廉价形式的娱乐消遣。即便在2战宣布胜利后，也无法改变时代广场的年久失修，成为罪恶之地。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严重败坏了城市的形象，这种堕落的境地竟然持续了近50年。直到1980年代，纽约市政府才下定决心大力整改，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时代广场，在40年前才被洗白。在下一次的跨年夜，你也可以与100多万人同时在时代广场，参加那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降球庆祝活动，在零下的纽约冬日深夜，等待新年到来的那一刻，亲吻自己亲爱的人。原来，即便是霓虹灯永不熄灭的时代广场，也曾有过至暗时刻。万人空巷的广场在疫情期间也曾空无一人，就如同人们在生活中也一定会有低谷时期一样。但只要保守住自己的心，终将走向阳光。
不因眼前的多彩绚丽而淹没迷失了自己，即便是在外太空也会看到你的光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许时代广场不再是世界上最繁华的所在，但它却始终充满活力，与世界分享着它的平台，包容着多元的文化艺术。时代广场也总归是人一辈子应该来一次的地方。